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最近越南高铁项目一波三折，网上却冒出来一堆理中客，不修才对。你看印尼雅万高铁修完就亏，越南要是修了，赔的裤衩都不剩。说这话的人语气特别笃定，好像只要提到雅万高铁亏损，一切讨论就可以就地结束。但问题是，雅万高铁真的亏吗？高铁前期亏损等于国家失败，这个逻辑到底是理性分析，还是情绪偷换？孙子兵法有句话说的特别狠：不察事者，虽胜必败；不计远者，虽利必穷。今天这期视频大招就干一件事儿，不占情绪，不吃流量，只拆账本，拆逻辑，拆时间线。这期你只要听懂3件事儿：第一，雅万高铁到底亏没亏；第二，越南高铁不修是真的避坑吗？第三，为什么很多国家恰恰是怕亏才真的会一直穷？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首先咱们先把核心争议摆到台面上。为啥大家会觉得雅万高铁亏了？无非是3个误区。第一，把高铁当成了普通生意，只看短期票务收入，不看长期综合效益。第二，听风就是雨，把个别媒体的片面报道当真。第三，把越南的先天不足跟雅万高铁的正常发展划等号。中国有句老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问题不能只盯着一个角度，尤其是基建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得把时间线拉长了看，把账算全了看。今天咱们就先拿雅万高铁开刀，用官方数据说法，看看它到底是亏损陷阱还是致富隐形。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雅万高铁的基本盘。这条高铁连接印尼雅加达跟万隆，全长1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铁，也是咱们中国雅万模式的标杆项目。2023年10月开通，直到2025年10月，刚好运营2周年。印尼官方跟中国铁路集团都公布了详细的运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咱们判断的核心依据。先看大家最关心的客流和收入。2年来，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1200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量达到2.67万人次。可能有朋友觉得1200万不多，但咱们得结合印尼的实际情况来看。雅加达和万隆之间，以前靠高速跟普通铁路，单程要3个多小时，遇上高峰堵车得5个小时，是常事儿。高铁开通以后单程只要46分钟，准点率超过95%。这种体验升级直接改变了当地人的出行习惯。一开始，雅万高铁每天只开14列，后来因为客流太多，高峰时期加到了62列，席位从8400多个扩容到3.7万多个，还是经常满座。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地人真的需要高铁，愿意为这个高效出行买单。而且这里面还有50多万人次的外国游客，很多人都是专门坐高铁去万隆看火山、逛茶园，高铁加旅游的模式已经跑通。再算经济账，这才是关键。很多人只盯着票务收入，却忘了高铁带动的是隐性收益。根据印尼国有企业部的统计这几年雅万高铁直接为雅加达跟西爪哇地区贡献了57亿美元的 GDP 增长。什么概念？相当于这2个地区2年多的 GDP 增长里，有一大块是高铁带起来的。更直观的是沿线的变化。万隆的德卡鲁尔站跟帕达拉兰站周边，2年前还是大片稻田跟荒地，现在小吃店、零食店、旅游服务点鳞次栉比，形成了热闹的高铁经济圈。当地村民以前靠种地谋生，现在变成了店主、服务员，他们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让收入直接翻番。有万隆的小贩接受采访时候说，以前一天的收入只有10万印尼盾，现在能涨到50万，翻了5倍。这可不是高铁亏损能带来的效果。还有产业带动，雅万高铁的本地化采购率超过75%，大量印尼本土企业参与到建筑材料、设备制造、技术服务等环节，学到了先进的技术跟管理经验。项目还累计培训了4.5万名印尼员工，涵盖焊接、电工、调度等多个领域。现在高铁的驾驶、调度、维护等关键岗位全是印尼员工在负责。
这种技术转移加人才培养的价值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可能有朋友会问，就算带动了经济，万一票务收入覆盖不了运营成本，不是亏吗？这俩就要纠正一个认知，高铁不是一开通就能盈利的普通生意，而是长期投资的经济大动脉。就像咱们中国的京沪高铁，也是运营多年后才实现盈利，而且盈利的核心不仅是票务，还有沿线的土地开发、商业合作等衍生收益。就好比大家买房，你所居住的地方本来没有高铁，去一个地方得5个小时，但突然它开通了高铁，你只需要50分钟，你觉得你家房子会不会涨？话说回来，雅万高铁现在才运营2年，还处于培育期，客流和收益都在稳步增长，而且它的绿色效益也不能忽视。印尼大学的研究显示，雅万高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6.9克每公里，远低于燃油车，又能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种长期的社会和环境价值根本不能用短期的盈亏来衡量。中国有句老话，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雅万高铁的价值不在于今天挣了多少钱，而在于它打开了东南亚的高铁时代，重塑了区域交通格局，为印尼培养了产业和人才，这些都是印尼未来发展的底气。印尼政府也早就规划了后续蓝图，要把雅万高铁延伸到泗水，贯穿整个爪哇岛，形成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到时候带来的效益会更大。说完雅万高铁，咱们再回到越南。网友说越南高铁不修就对了，这个说法看似有道理，实则混淆了雅万高铁的正常发展跟越南高铁的先天缺陷。越南高铁如果真修了，大概率会亏，但不是因为高铁本身是亏损项目，而是因为越南自己犯了3个致命的错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第一个错误，贪心不足，违背商业逻辑，把合作当成抢劫。中国有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生意讲究互利共赢。可越南倒好，2025年5月主动找中国企业谈合作，说要推进中越铁路互联，结果一开口就是3个霸王条款。第一，把中越铁路互联和高铁建设绑死，意思是你们想搞互联，就得先帮我们建高铁，典型的强买强卖。第二，要求所有竞标外企100%无偿转让技术核心，把别人的核心成果当免费的午餐。第三，自己没钱，要求中企全额垫资670亿美金。这3个条件换谁都不可能接受。2023年，他们第一次开出这种无理条件，所有中企直接退出。中企退出以后，越南还在嘴硬，离了中国照样转，转头找了德国的西门子，还让自己的民企 Vingroup 主导项目。可他们忘了一句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了瓷器活，这就为后续的崩盘埋下了伏笔。第二个错误，没钱还硬撑，670亿美元的大坑，谁填谁完蛋。咱们算笔明白账，大家就知道有多离谱。越南2024年的财政总收入才775亿美元，而高铁造价就高达670亿美元，快顶上全年财政收入的90%。如果政府出钱建，就得停掉所有公务员的工资、教育、医疗、军费，把全国的钱都砸进去，才能勉强把铁路给建起来。建完以后更惨，每年的运营成本就要42亿美元，再加上670亿美元的本金利息、设备折旧、维修费用，每年都是巨额亏损。这就是个无底洞。越南政府自己不想填坑，就把锅甩给了民营企业，找了温格肉普跟长海集团。可越南经济刚起飞民企根本就没实力。温格肉普跟长海集团提交的方案都是自己出资少量，剩下的还是依赖越南的无息贷款。说白了，还是想让政府兜底，自己稳挣不赔。这才哪儿到哪儿。最大的问题是这温格肉普跟长海集团，一个是搞房地产跟电动车的，长海集团是卖汽车的。一个盖楼的加上一个卖车的，居然要去建350公里时速的高铁。中国有句老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越南连自己的企业有没有能力搞定都闹不机密，就敢把这国家级工程给交出去，这就是典型的不自量力。可能有朋友会问，德国西门子不是签了协议吗？他们不能帮忙吗？别天真了，西门子只负责造火车，根本不管核心的难题，打隧道、架桥梁、铺轨道。而越南的高铁线路全是硬骨头，安南山脉贯穿全境，地质断层密布，
软土科斯特地貌遍地都是，随便一个隧道都可能遇到溶洞跟地下水。这种复杂地质，别说西门子，很多西方企业都望而却步。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越南的高铁修就亏，是因为自己贪心、没钱加外行。而雅万高铁的成功，恰恰证明了选对模式、找对伙伴的重要性。而越南的失败，则是把基建当成了政治博弈的工具，忽视了客观规律跟长远利益。中国之所以能建成10万里的高铁，能把雅万高铁打造成标杆，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强，是因为我们懂得独行快、重行远的道理。我们提出了雅万模式，不是简单的建铁路，而是授人以渔，通过合作带动当地经济，培养本土人才，实现真正的共赢。雅万高铁成功呀，中老铁路的畅通，中越贸易的增长，都是最好的证明。高铁呀，不认意识形态；铁轨啊，不听政治口号。修得起，跑得稳，算得清长远账，才是真本事。雅万高铁用2年的成绩单证明，只要模式对，伙伴对，高铁就不是亏损陷阱，而是致富隐形。越南高铁的失败则证明，违背规律、贪心不足，再美好的梦想也会碎得稀里哗啦。最后，我想说一句可能会被喷的话：一个国家呀，如果因为怕亏损而拒绝基础设施的升级，那它呀大概率会在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不是今天亏钱，而是明天没资格谈竞争。所以啊，下次再看到雅万高铁亏损等于越南不修才聪明这种评论，你可以笑着回一句：听君一席话，我决定自己再分析分析。